你有想过我们宇宙的真实面貌吗？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多维度的宇宙当中，我们的身体可以连接到不同的维度，并且感知到不同的振动频率。这张宇宙分层中的7大亚层及49亚层图中，呈现了不同维度中对应的不同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由能量所构成的，对应着不同的振动频率。维度越高，振动频率也就越高，反之亦然。神圣本源在第12维度，是我们现在已知的最高维度。从物质层面到神圣层面，需要跨越12个维度世界。物质层是这个宇宙当中振动频率最低、密度浓稠度最高的世界，而维度越高，对应的能量也就越精细。整个宇宙可以分为7个大层，而每个大层又由7个小分层组成，每个分层都对应着不同的振动频率。当我们可以把身体的频率提升至某个分层的振动频率时，我们就可以去探索那个振动频率的世界。当你对这些世界有了了解，就可以去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整合自己、整合灵魂碎片，以及跨维度疗愈等等。我们现在先从最熟悉的物质层面开始讲起。物质层是我们可以看得到、摸得到，或者可以感受到的物质世界。我们能够看到的人、事、物都存在于这一层面，它是宇宙当中密度最浓稠的世界。物质层的下面3个亚层，固态、液态、气态，是我们普遍所认知的世界。图中的黑色三角形代表着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比如说我们的器官、四肢等等，都存在于这3个亚层之中。物质层再往上一个维度就是电浆层。电浆体又叫做等离子体，是物质的高能状态，是由原子被电离之后产生的正负离子所形成的物质状态。电浆广泛存在于宇宙当中，可以看作是离子化的气体。闪电和极光就是我们常常见到的等离子体。我们自己也有电浆身体，它的大小跟我们的肉身比较接近。电浆体位于物质身体和以太身体之间。物质层面以上4层属于以太世界，这个世界里有很多存有。以太层又细分为好几层，每一层的振动频率也不同。我们所知道的鬼、灵体以及地狱等等，都存在于低阶的以太层。不过，只要我们的振动频率不是太低，就不会跟它们相遇。另外，当这些低阶的以太存有的振动频率过于靠近物质世界或者电浆层的时候，它们是可以移动物体的。比如，它们可以做到像关上房门这样的动作。除此之外，我们的脉轮、身体的经络也都存在于以太世界。目前为止，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真实样貌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对于这个世界的东西，很多人还是保持着观望的态度。不过，只要我们保持在一定的振动频率之上，我们就不会太受这些存有的影响，甚至去害怕它们。以太层往上就是情绪层，情绪层又称作星光层。星光层
有完整的7个亚层，同样属于4D 的世界。人的情绪、感知到的情感都来自这一层。我们的情绪体，也就是星光体，就存在于这层之中。众所周知的气场摄像机所拍摄到的人体气场，其实就是我们情绪体的颜色。气场会随着我们情绪的起伏而变化颜色。另外，经过特定修炼的人是可以做到星光体出游的。有时候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情况下，也会发生星光体出游的现象。人们所祭拜的神明也都活在这个维度世界的高层之中。这些神明精通自由意志，他们也非常擅长利用人们的自由意志。此外，如果我们学会善用自己情绪能量的话，是可以加速我们想要实相的显化速度。情绪层，也就是星光层的往上，是心智层面。心智层面包含了4D 和5D 的世界，在这2个维度之间存在了一个菩提玛那斯摩。心智层有3层在5D 的世界，薄膜以下的4层属于4D 世界的结尾。我们平时所谈论到的心智体，基本上就是指这薄膜之下的4层。心智层的虚线层面称之为菩提玛那斯摩，这个位置还有大量的偶然性，所以实相在这个层面发生了非常强烈的改变。邪恶只能存在于虚线以下的层面，也就是4D， 虚线以上是5D 的世界。因为在那里没有足够多的偶然性，邪恶无法生存，那里只有纯粹的光与爱。心智体包含了我们所有的逻辑思考、分析、编程，还有我们的潜意识等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从睡梦中醒来，睁眼看东西的那一刻，就不断地接收着这个世界的信息。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人们习惯花上大量的时间去看电影、动漫或者短片等等，而这些影片当中所隐含的信息或者画面，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我们的心智体或者潜意识所接收。当我们的心智体和潜意识接收了这些信息之后，就会造成我们的思维混乱，而且难以控制。我们的头脑也会一直不断地出现各种各样的想法，有时候我们还会被这些想法困扰到失眠。这些信息可以被称作心智垃圾，它们其实是可以被清理的，只不过清理起来的过程不是那么容易。如果你想避免积累过多的心智垃圾，你可以选择多与大自然接触，少看手机，少看新闻，并且慎重选择观看的影片，以及尽量避免血腥恐怖类型的等等充满负面信息的影片。如果你想要清理心智垃圾，最好的方法就是净空冥想。净空冥想是指整个冥想过程只专注自己的呼吸，在冥想期间吐掉任何头脑中的念头或者出现的画面。在视频下方的描述部分可以找到有关冥想的更多信息。就5D 的世界而言呢，昴宿星人以及天狼星人等等正面的外星种族，它们存在于这个维度的世界，这里是充满爱与和谐的世界。我们有许多所谓的高我，以太层的自己是物质层的高我，星光层的自己是以太层及物质层的高我之一，以此类推。5D 的世界
是星际种子从源头沉降下来体验人生时所来到的第一个世界。接下来，我给大家简要地说明一下，从直觉层到神圣层。来到直觉层的存有，都已经跟自己的双生灵魂合一了，这里的振动频率已经高达到肉体无法存在的地步。从这一层开始，我们便是整个宇宙。如果我们跟自己的灵魂完全的对齐，所接收到的一切指引，或者说直觉，都来自这里。在这个维度的自己，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的自己，感受到更多的自己。直觉层到神圣层都存在于更高的维度空间，宇宙间的万物也都来自于这里，也跟这里是全然一体的。在这几层当中，是没有时间的世界，没有形体的世界，在这里只有纯粹而且合一的意识。6D 则是一个分界点，我们从源头沉降下来体验人生的时候，会在这个层面分裂成男性及女性，也就是阳性及阴性的灵魂面向。这两个面向我们称之为双生灵魂。为了获得更多的体验，我们再与其他的灵魂组成灵魂伴侣或者灵魂家族。因为在地球上黑暗异常的入侵非常严重，所以当初我们选择来到地球的时候，我们的灵魂都选择了不让双生灵魂同时来到地球。扬升的过程则是我们要从物质层面开始往上整合自己以及自己的灵魂家族。我们会在5D 以上的维度空间与灵魂家族形成一个扬升曼陀罗，并且完成扬升。视频下方的描述部分也可以找到更多有关灵魂家族、灵魂伴侣和双生灵魂的相关信息。